这是一个狂躁、动荡又充满未知的年代。这一年，日本国内 GDP 迎来爆发增长，社会全面步入现代化 3C 时代。所谓的 3C 就是彩色电视、空调、汽车3件套的普及，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与此同时，受欧美反文化运动影响，新宿街头出现了大量的新宿族与日本嬉皮士，年轻人留长发、弹吉他，探讨人生与存在主义。美国的双子座计划刚刚落幕，阿波罗号的火光在虚空中划过，人类的野心正疯狂向月球蔓延，可代价是惨痛的死亡。越南战场的炮火吞噬着50万兵力，而在这个时代的缝隙里，一个失意迷茫的男人正独自登上开往九州的航船。17个小时的航程，钱包也快要见底了。失恋的他偏偏还在这个时候犯起了头痛，本以为这只是一趟逃离现实的孤独流浪，直到那个女人出现。黑发、侧影、指尖缭绕的烟雾，在这个狭窄沉闷的船舱里，他就像一个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异端。男人忍不住凑上前去，女孩子抽烟不太好吧？女孩没有生气，只是默默吐出一口烟圈，转过头看他。男人慌了，赶紧抓挠着头发解释：没什么，其实男生抽烟的话，这话也适用。这种令人尴尬聊天使得空气都变得很安静。女人冷不丁问了一句：为什么？这个嘛，大家不都说抽烟会降低记忆力，而且看起来形象也不太好吗？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这尴尬的话题，舱内人潮涌动，走来的大爷大妈挤了过来。哎呀，这地方真不错，小姑娘，让我们稍微挤一挤呗。一边说着，一边还递过来了苹果，客套的寒暄。男人听到这话，挪了挪位置，那女人已经冷漠的往旁边让了让。彼此靠近的二人也没有因为身体的接触而打破那种微妙的磁场。而男人一直在幻想着，在这么长的旅途中，如果能和一个漂亮的女士萍水相逢的话，这一趟也不算很枯燥。他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，那是60年代安保斗争前夕，街头吵吵闹闹，可他却像个局外人一样，沉迷在科幻小说的虚构世界里。他追过不少女生，也被无数次践踏过自尊。正处于青春期的他，思考方式和行为举止依然像个孩子。年轻人嘛，胜就胜在有无限的精力。当这种事情不断循环，自以为看破红尘后的他，带着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，毫无计划的在陌生城市漂泊，一会儿是个失意少年郎，一会儿又是出家和尚的纠结心态。男人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亲爱的，你醒一醒，我好像有点晕船了，想去吹吹风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男人脑子一片空白，还以为自己在梦境中。伴随着周遭嘈杂喧闹的人群，他似乎被抽走了灵魂般木讷的回应随后乖乖跟着他穿过走廊，逃离了这个闷热沉闷的船舱。一走上楼梯，女人突然一把抱住了他的手臂，整个人贴了上来。男人吓得冷汗都出来了，手足无措，女人却笑得花枝乱颤。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刚才旁边那个大叔一直盯着我看，要是我不这么做，他可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我只能跟他说，我和我老公都已经到终点站了。还没缓过来的男人还是发懵地说：你这么年轻就已经结婚了？看到男人这副手忙脚乱的蠢样，女人笑得更欢了，眼里闪过一丝令人琢磨不透的光。傻瓜，我说的老公指的就是你呀。他凑了极近，声音轻得像是一阵烟。要是我不这么说，旁边的大叔好像就不会放过我一样。你还真是老实的可爱。男人站在阶梯上，看着眼前这个笑意盈盈却又浑身散发着神秘气息的女人，心脏狂跳。他低头看了看女人身上那个刺着EN缩写的背包，鼓起勇气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：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女人缓缓转过头，抚过耳边的长发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。EMANON， 把这几个字母倒过来写就是无名氏的意思。淡淡的吐出一句：名字这种东西无所谓，反正只是记忆而已，你就叫我艾玛农吧。黑夜笼罩的大海，狂风呼啸，两人推开重重的铁门，来到甲板，刺骨的冷风瞬间扑面而来。艾玛农说他想吹风，但在这冰冷的夜色里，站在这简直是在遭罪。男人打着寒颤，提议去餐厅吃点热乎的晚饭。那我们就像年轻的夫妻一样，一起去吃晚饭吧。艾玛农欣然答应。当二人来到餐厅后，男人随即发现了这价格有点小贵，而艾玛农也发现男人的窘境，没多说什么，说着这顿我来请客，随后熟练的点菜倒酒。对了，你这年纪看起来像是个学生。艾玛农只是微笑着，手擦了擦满是水汽的窗户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纪伊半岛，当年超级台风珍妮恰好也经过了。那男人问：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？
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艾玛龙不急不慢地说，当时是昭和25年。昭和25年，那你岂不是只有3岁？你竟然能记得起17年前的事情，是不是因为当时很害怕？而艾玛龙却说，这并不是让我最害怕的事，最糟糕的是文正11年，长崎发生的那场飓风，那时候死了1万多人，当时我也在场，等等，文正11年，那是1828年，距今已经过去了140多年。眼前这个看起来不过20来岁的年轻女孩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聊昨天的事情。男人一时间也不知道回什么话好，举着杯子愣住了半天。他抬起眼看向面前这个手足无措的年轻人，把话题又引导了两人相遇的时候。你刚才在看的书是叫什么的记忆来着？男人赶忙回答，是豪瑟的记忆，讲的是一个人能把记忆转移到别人身上，就像细胞分裂一样。后面还说到了牵扯到了纳粹。目前我就看到这，我就觉得所谓记忆就是经验与知识的集合，如果别人的记忆强行植入进来，连人格都会被改变吧。记忆不是点，而是连绵不绝的线，如果被注入了他人的记忆，自己可能根本察觉不到变化，只能痛苦地把那些记忆当成自己的一部分。看到艾玛龙一直没有回应自己的长篇大论，还以为对方不感兴趣，艾玛龙却说，才不会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因为在你睡觉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你的其他几本书，全都是科幻小说。男人顺着话说，那你也是咯。艾玛龙却轻轻摇了摇头，自己不能算是科幻迷，但男人给自己的感觉像是能接触很多离奇而不觉得奇怪的人。那么听听我的故事吧，不管你信还是不信。那么在讲故事前，等先去买2瓶酒才行。随后，艾玛龙依靠在座位上，熟练地吐出一口烟雾地说，其实我刚才犯了个错，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不太想理会搭讪，但我根本没法剥离这个身份，因为我从小就是这副模样，虽然只是外表。男人听得云里雾里，下意识发问，只是外表？艾玛龙抿了一口酒，缓缓开口，我出生在昭和25年，所以现在是17岁，但这仅仅是我的生理年龄，我的精神年龄大概有31岁。31岁，男人倒酒的手瞬间僵住。31年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那不是地球上刚刚出现生命的时间吗？难道你是不老的800比丘尼，还是活了969岁的马土萨拉？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，只要吃下人鱼肉就能长生不老。在日本古老的落霞国，就有一个少女意外误食了异人赠予的人鱼肉，这一吃彻底颠覆了她的命运。岁月流转，沧海桑田，可她的肉体却没有丝毫衰老，活活长生不老的活到了800岁。据说她原本能活上1000岁，但为了救赎，她将最后200年的寿命分交给了国家的首领，随后选择在一处偏远的山洞中寂灭圆寂，结束了这段漫长而诡异的生命。她至死都保持着少女的容貌，人们后世将她奉为神明，尊称为800比丘尼，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焚香祭拜。传说中，她原本是小兵富豪的女儿，在120岁那年削发出家，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她孑然一身，踏遍了日本的4国、9州，游历诸国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人们开始口口相传她的神迹，连落霞国史、河汉三才图绘等重磅史料中都赫然记载着她的影子。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，哪怕活了整整800年，传说中的800比丘尼外表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个17、18岁的少女。艾玛龙说自己确实有一段时间被称之为比丘尼耶，不要急着下结论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我没有吃过那么奇怪的东西，我也并不是不会衰老，我的脑子里有从地球出现生命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全部记忆。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脑袋有毛病，或者是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。但是当自己查阅过去的文献后，我发现自己记忆中的细节都没有错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害怕。此话一出，让男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于是艾玛龙接着说，我最古老的记忆始于生命最原始的形态，单细胞生物。在蛋白质和氨基酸组成的汪洋大海里，我就像漂浮的原始细菌，随波逐流。随后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周而复始。在那漫长无际的岁月里，我的直系祖先只有一个人成功将记忆顺利传承了下来。每一个祖先经历过的痛苦、挣扎与演化，我全都清清楚楚地记得。爬行类时代、两栖类时代，无数同伴在生存竞争中被吞噬，但我的祖先每一次都奇迹般地活到了最后。可以说，我的基因就是物种演化的最前线。直到后来进化为直立行走，学会了使用工具，进化的速度瞬间被加快了。人类建立了有组织的社会，文明开始突
飞猛进，不过人类的行为模式本身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反倒是提高了不少找借口的技巧和把残忍的杀戮包装的冠冕堂皇。艾玛龙转过头，看着满脸不可思议的男人，淡淡的说：“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是这样，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死了。至于我爸，他抛下我们离开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就在我刚出生不久的时候。”他的眼神空洞而飘忽，思绪仿佛飘回了那个混乱而贫瘠的年代。那是昭和25年，他出生在一个依水而建、破败不堪的贫民窟里。我不恨他，因为我很清楚我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。艾玛龙吐出一口烟雾，因为我有我母亲出生之前的所有记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甚至保留着祖父与祖母拥抱交缠的画面。我看到了那个时代，那个小镇，看到了他们所有的过往。男人倒吸一口凉气，等一下，这不符合常理吧？这难道不是基因突变导致的病态吗？如果 DNA 序列发生了异常变化，那应该叫异变。正常人类根本不需要拥有这么宏大的跨世代记忆啊！他越说越激动，想忘掉的事情堆积如山。人类的大脑是会自我保护，是会选择性遗忘掉的。如果你真的连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忘不掉，这怎么能算超能力？这分明就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疾病啊！艾玛龙没有反驳，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杯中的酒。男人继续质问：如果这是一种遗传病，那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拥有这种可怕的能力吗？艾玛龙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这种病每一代只能生下一个孩子，除了我以外，到底还有没有其他人存在？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而我之所以会被世人当成活了几百年的800比丘尼，根本不是因为他吃了什么神仙肉，是因为无论跨越多少个时代，他都能像身临其境一样，把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巨细靡遗、一字不差地讲出来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这么讲，大家或许只当他是博学好古，可偏偏讲出这些几百年前古老往事的是一个10几岁的娇嫩小姑娘。在那些愚昧的古人看来，这哪是什么记忆力好，这分明就是活了800年的老怪。坐在对面的男人听到这里，眼眶瞬间收紧，甚至有些结巴地说：所以外界才会传言说你吃了人鱼肉，拿到了长生的诅咒。女人缓缓吐出烟雾，眼神里透出一丝历经沧桑后的冷漠与厌倦。她说，就因为这个离谱的谣言，她当年吃了太多的苦头，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折磨。从那之后，她彻底闭上了嘴。几百年间，她再也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提起过这个秘密。那你为什么愿意告诉我？男人忍不住问。艾玛龙转头看向他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温柔。因为你和我曾经在江户时代的一位丈夫长得太像了，无论是年龄、相貌，还是那种温和又有点窝囊的气质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我也记不清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了，但看到你的那一刻，那些尘封的记忆突然全涌上来了。再加上你是个科幻迷，接受能力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所以我才决定把这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男人靠在楼梯旁，整个人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与迷茫之中。艾玛龙抱着双膝蜷缩在角落里，轻声喃喃：说实话，我已经受够了。30亿年的记忆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真的太沉重了，重到让人窒息。男人听完这漫长的30亿年记忆，不仅没有恐惧，反而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推论：万物皆有价值，而你拥有这种超越常人的特殊能力，绝对不是巧合，你承载着比所有人都更重大的使命。少女听懵了，难道说自己真的是地球生物演化的活见证人？她忍不住反问：那我究竟是在为谁见证？男人摇了摇头，不知道，但这正是关键所在。从生命诞生、意识觉醒的那一刻起，历代祖先的记忆就已经化作基因，深深刻进了你的染色体里，代代相传。你背负的是将整个人类种族的终极记忆永恒传递下去的恐怖使命。女人急切地追问：这到底是为什么？男人眼神凝重。因为你就是被设定的现实装置，当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到某种极端极限时，你体内那段沉睡的惰性基因就会被瞬间激活。那会发生什么？难道是抛弃肉体，让全人类进化成精神生命体？女人完全听不懂了。男人进一步解释，简单来说，在人类进化到最终阶段的时刻，你就是那个激活全人类潜在基因的开关，你的意识将决定那个终极时刻是否真的到来。从南方古猿、直立人到智人，人类一直在进化。当肉体不再被需要，人类到底会走向灭绝，还是会蜕变成接近神的意识集合体？女人深深吸了一口烟。那这个时刻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？男人抿了一口水，看着面前眼神迷茫的女人。艾玛龙被这番脑洞大开的假说震惊得哑口无言。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。可下一秒，艾玛龙说：有这样相类似的科幻小说吗？啊？
男人又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给弄宕机了，刚才那种凝重的宇宙宿命感瞬间荡然无存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，氛围彻底轻松了下来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艾玛龙的话多了起来，从流行音乐聊到现代学霸，从电影聊到文学，甚至还聊到了棒球和长途旅行。在黑夜的大海上，这艘渡轮缓缓前行。突然，乘务员推开门走了进来，艾玛龙十分的紧张。原来艾玛龙没有买票就上来了，好在乘务员只是提醒他们不要在走廊里逗留过久。他们走到甲板上，深夜的大海近得能听见星光落下的声音，浩瀚银河在头顶缓缓流转，漫天繁星全落进了他带有一丝醉意的眼里。艾玛龙就这么趴在栏杆上，微醺的海风卷起他带有酒香的长发，也吹散了空气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梦境。也许他刚才口中那漫长到了30亿年的孤独记忆，不过是酒精作用下编造出的荒诞谎言。又也许在这片辽阔无垠的宇宙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只是浩瀚星海里的一粒微尘，而他不过是那个偶然醒来，独自背负着整座时光荒原的赶路人。烈酒将夜色熨贴得无比温柔，真相是什么，好像在此刻已经不再重要。至少在这个微醺而又奇妙的夜晚，在这艘漂泊于茫茫大海的客轮上，两个灵魂在酒精的微醺中碰了杯，那些不可言说的孤独与秘密都融进了冰块融化的声音里。这一刻，夜空如洗，大海无声，两个孤独的灵魂找到了独属于他们的短暂安宁。两个人穿过狭窄的舱道，走过昏暗的客室入口，重新回到了那个喧嚣拥挤的2等舱。舱内早已挤满了熟睡的乘客，鼾声此起彼伏。刚才在甲板上那种超越30亿年时间的奇幻感，瞬间被现实的烟火气冲得粉碎。隔壁的大叔醉醺醺地打着招呼，打趣着他们这对亲密的小夫妻，甚至还要拉着艾玛龙再喝一杯。男人尴尬地笑着，而艾玛龙只是抿嘴偷笑，顺势钻进了被窝。夜深了，冷气从船舱缝隙里钻进来，但这一觉男人睡得无比沉稳。然而当清晨的阳光洒进船舱，巨轮缓缓驶入港口时，男人猛地睁开眼，身旁早已空无一人，只留下他那本放在床头的书，以及书页上夹着的一张白色纸条，上面只有简单的一行字：早安，再见，艾玛农。男人彻底慌了，他顾不上严寒，顶着漫天飞舞的细雪冲上甲板，奔向食堂，甚至寻遍了整个贵宾休息室和车辆舱，没有，哪里都没有他的影子。轮船靠岸，人潮汹涌，男人站在下雪的码头上，任凭寒风吹打着脸庞，他傻傻地站着，看着乘客一个个下船离去，直到整个码头空无一人。那个自称拥有30亿年记忆的神秘少女，就这么像凭空蒸发了一样，彻底消失在了他的世界里，只留下了那张写着艾玛农的纸条。而伊曼弄倒过来拼写，恰恰就是 No Name， 没有名字。那一晚的相遇，是少女想要躲避骚扰的无奈，还是一个自己这个科幻迷做的梦？岁月流逝，光阴荏苒，一转眼13年的时间悄然而逝。曾经的男人穿上了体面的大衣，系上了领带，眼神里多了几分沧桑与沉稳。在这13年里，人类登上了月球，引发了石油危机，搞垮了美国总统，诞生了试管婴儿，以及娶了一个不读科幻小说的妻子。13年足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，也足够抹平青春里所有的遗憾。自己早已落入平凡生活的套牢中，沦为一个被现实磨平棱角的普通中年人。可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有些记忆一旦扎了根，就再也拔不掉。13年前的那个大雪天，在船舱里凭空消失了那个少女艾玛农。她甚至一直把那张写着 Good morning, goodbye, 伊曼弄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夹在钱包的最深处。13年来，她无数次问自己，那个自称拥有30亿年记忆的女孩真的存在过吗？概率只有不到100万分之一的重逢，真的会发生吗？
偏偏就在13年后的今天，同样在大雪纷飞的车站月台上，他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背影，一个穿着白色外套、蓄着短发、眼神清澈如初的少女。她的容貌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变化。他发了疯一样追过去，颤抖着叫出那个埋藏了13年的名字：“请问你是艾玛农吗？”少女转过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茫然。就在男人以为自己认错人，极度尴尬的准备道歉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稚嫩的呼喊：“妈妈！”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跑了过来，递过一部手提电话：“妈妈，你的东西掉了。”妈妈！男人整个人如遭雷击，眼前这个看起来不过10多岁的少女，竟然已经是这个孩子的母亲。女孩微笑着看着他：“叔叔，你把我和我妈妈搞混了吧？”男人彻底懵了，语无伦次地解释着13年前在船上发生的一切。然而少女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她看着男人，微笑着说出了一句让她脊背发凉的话：“你还记得我呢，谢谢。你在船上遇到的确实是我妈妈，但是妈妈后来结婚了，生下了我，然后她就失去了之前所有的记忆。”少女顿了顿，眼神里流露出一种超越了岁月的深邃与宁静。而我继承了她所有的记忆，我是艾玛农哦。这一刻，真相如同雷霆般击中了男人。她是母亲，也是女儿；她是生命的延续，也是历史的具象化。所谓的30亿年记忆，根本不是永生，而是以这种残忍而又浪漫的方式延续着。男人颤抖着从钱包里拿出那张保存了13年的纸条。所以，你当时说的那些话，全都是真的？少女微微一笑，眼角带着一丝令人心碎的温柔。那次相遇对我的帮助很大。男人连忙喊道：“后来我一直在找你，无论是当年那几个小时，还是现在的这13年，我一直都想着你。”艾玛农只是说，无论多久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你。对于我而言，喜欢上你的这段回忆和那31年的历史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理解不了也没有关系的，自己再也不会去纠结那个虚无缥缈的使命了，因为他终于明白，自己之所以能拥有从生命诞生之初起的所有记忆，全都是为了回忆。对每一个人来说，回忆都是必不可少的存在，全人类其实概莫如是。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女孩缓缓闭上眼，任由雪花落进眼帘。我想，我存在的本身就是整座历史最具体的具象化，而所谓的历史，一定就是所有人类、所有生命共同堆砌而成的回忆。风雪漫天飞舞，少女微笑着挥了挥手，轻轻道了一声再见。她转身走向月台深处，将那段横跨了30亿年却唯独为她留存的温柔记忆留在了这片苍茫的白雪之中。可那个女孩却只是微微一笑，眼神温柔的像是一场跨越世纪的梦境。我应该再也见不到你了吧，艾玛农。30亿年的延续，说明只要人类还在，只要生命还在延续，那段平凡却深刻的记忆，我就将永远留在它庞大的历史深处。因为对于他来说，无论是共处几个小时，还是漫长的几十年，在30亿年的时光长河里，那全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。风雪之中，列车呼啸而过，男人默默伫立在原处，凝视着他远去的方向。13年，这漫长又短暂的13年，对于拥有全人类记忆的艾玛农来说，不过是眨眼之间；而对于他，这是一个平凡人将一段极致浪漫永远封存入骨髓的岁月。生命的轮回仍在继续，雪花无声落下，这就是属于艾玛农的记忆。记忆不是点，而是连绵不绝的线。很多人以为艾玛农讲的是长生不老的孤独，但其实他讲的是爱的终极形式，极致浪漫的一期一会。对于一个拥有30亿年种族记忆的精神体来说，人类短短几十年的生命不过是浩瀚星海里的一瞬。长期的大火，古埃及的兴衰，物种的演化，这一切对他而言都太沉重了。但在充满躁动与迷茫的1967年，在那艘驶向九州的客轮上，一个失意的科幻迷和一个背负着浩瀚历史的孤独少女相遇了。他们喝着廉价的酒，吹着刺骨的海风，在微醺与烟雾中分享了彼此灵魂深处的寂寞。对男人来说，那是一段奇妙的萍水相逢；而对艾玛农来说，那是漫长岁月里极罕见的暖意。13年后的雪夜重逢，女儿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：“对于我而言，喜欢上你的这段回忆和那30亿年的历史是一模一样的。”
你看，这就是一期一会最震撼人心的地方。所谓的永恒，并不在于两个人能否相守一生。漫长的宇宙史诗并没有压垮艾玛龙对人世间的温柔，在他浩瀚如烟海的 DNA 里，不仅刻着残酷的进化，也永恒地封存了那个微醺夜晚的怦然心动。只要人类还在延续，这段平凡却真挚的爱意，就将作为全人类记忆的一部分，永远闪耀在时间的荒原里。渡轮驶向远方，雪夜终将落幕。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轨迹里匆匆告别，但只要记忆还在，每一次告别就都是对这趟孤独旅程最深情的告白。沧海一粟客途中，船舱微醺借晚风，30亿年皆过客，一期一会寄永恒。